馬只是第一站，今天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北京的海上帝國正式的浮現。現在呢，全球超過70%的新船都是中國大陸所造的。那美國最後的反擊能否奪回海權？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昨天我們還在關心到的是美中在巴拿馬的經營權之爭鬧得沸沸揚揚。中國大陸在光是今年的部分就扣下了473艘來自於巴拿馬籍的船舶之後，川普非常的憤怒，他說呢，不會讓中國大陸來接管巴拿馬，讓中美之間的這場海權的攻防現在全面的開打。我們看到美方立刻有一個新的動作了。最新消息，美國宣布從今年的11月份開始，會正式的對中國製造的船舶來徵收新一輪的港口費用，希望降低中國大陸對全球航運的影響力，同時要重振美國的造船行業。但是現在的問題是，美國現在才出手，我們今天要來看，到底會不會太晚呢？今天的中國，我們知道不再只是世界工厂而已，因為在過去20年當中，中國打造出了一套完整的海上帝國霸權。我們今天用數字來看到這個實際的支撐有哪一些數字？首先看到第一個。全球現在呢，這是最新的數據，70%以上的新船訂單都是由中國的船廠來做承接的，穩居世界第一。也是代表說，10艘新船當中有7艘都是中國大陸所建造的，就連包括了歐洲或者是日本這些美國的盟友甚至是美國不少的企業的船舶，全部都是中國製造。那麼我們來看到貨櫃量，同樣現在呢，全球10大貨櫃港，中國大陸就占了70%。而且今年的這個港口貨櫃的吞吐量再創下了歷史性的新高。再來，我們看到北京呢，其實它不只是自己打造船而已，它也把它的全球海運的港口透過投資、租賃跟經營權的方式往海外去布局。這當中包括了最近爭議最大的，不管是巴拿馬或是在秘魯的前海港，中國大陸的這個建港口的範圍還到了希臘、中東、非洲、歐洲等等的國家，讓美國現在非常的緊張。所以我們看到美國的這位大使，他特別再次的強調，北京正在透過海軍的海事的力量，擴大全球的影響力。而且他特別提到了，這種是一種政治上面、海權上面的威脅以一個比較負面的態度來去做解讀。好，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漢庭怎麼看美國這一次再度的對中國大陸的造船行業出手，而且呢，這不是第一次，因為大家還記得嗎？在美中關稅戰的時候開打期間，美國也想要對中國大陸的船舶來課徵港口費，但是呢，當時中國大陸有了反制動作，所以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這一次美國又說了要再課徵港口稅，但是現在中國大陸也不太一樣了，我們看到70%的造船行業都是中國所造的。那美軍打這樣子的一招，真的能夠撼動北京海上霸權嗎？會不會反而傷到自己？漢庭怎麼看？美國是終於發現自己去工業化太久了。過去幾十年，美國把製造外包、利潤金融化、產業空心化等到真正需要船、需要港口、需要工人、需要供應鏈的時候，才發現，美元可以印，港口不能印。制裁可以簽，打鐵不能簽，文件可以一夜出台，但是產業不能一夜恢復。大陸制船很強，這是長期工業的累積啊。我增加能力搞建設，怎麼在美國面前就變成霸權啊、威脅啊？那你美國自己想要變強，是不是也是在搞霸權，想要增加全球的威脅呢？所以它出台的制裁措施當然了，在短期會成為整個航運的成本跟增加壓力，但長期也難撼動中國大陸的造船優勢。很簡單嘛，美國現在只是在碼頭收費，大陸呢是在船塢造船所以你就算收費會讓整個速度緩慢了一點，但是人家造船可以源源不絕的繼續在造船呢。你收費又不會增加你自己的造船工廠。而且造船業它不是手機說幾年就能夠換一台，而是一艘船出來了之後，設計的壽命大約就是25年到30年，整個的營運成本、保險、融資、掛期、維修、拆船，整條鏈呢都是綁了30年。所以中國大陸現在的訂單大約都是70%多，數據也很清楚。未來30年在海面上10艘船就有7艘是中國大陸裡面動工制造的。那美國呢？2024年美國造船廠的商船不到10艘，中國大陸是1000艘以上。
所以產能比是1:200啊。2025年全球訂單65%在中國大陸。美國2024年商船建造大概只有全球的0.04%。美國呢這幾年來說我們要恢復啊，結果呢到2025年呢大概也只有0.1%。所以這不是差一點嗎？大陸是造船工業，美國呢是造船的幻想，就還在那邊想，還在可能用 PPT 編。那當然啦，要收費也不會是完全沒影響啊。第一個，可能部分的航商呢，為了美國航線，他就把要新下訂的船呢轉向了韓國跟日本。那當然也可能會造成部分的這些船東啦，或者是大陸的營運商會覺得進入美國港口成本會增加。但是最後啊，整個國際資本就會把地緣政治納入到本來承受的風險裡面，然後呢再去跟中國大陸的造船來訂單。所以第一，美國的造船也不會因為它去增加了稅收，然後呢自己的造船業就長出來。這在 CSIS 報告裡面說了，這幾年下來呢，這些政策都沒有導致航運公司把訂單從中國轉移。而第二，美國的港口費會傷害到自己。德國 DIW 的研究就講說，美國的港口費反而會讓美國的進口下降，出口也下降。原因是什麼？就是中間的投入成本太高了，美國製造商競爭力也會下降啊。所以美國這一招同一招啊，2018年用過不了了之，2025年撐了不到1年又暫停了，現在重啟，結局大概率還是自傷為主。好，那以同樣的問題，酈將軍又如何看？另外就是北京在海上的帝國成型的意思嗎？如果說要講海權，我覺得可能從3個角度來看哈。要掌握海，第一個就是你的造船的能力有多少，第二個你在全球港口的布局夠不夠，第三個當然維護你海上運輸的海軍有沒有這個實力，我覺得要從這3方面來看。第一個我們講造船，我們先講量好了，這是很明顯的，中國現在這個造船的數量上面來講，已經是佔全球的72%哈，這是非常高的數量。那我們講說值來講好了哈，其實船只造有3種船是最難造、最有技術性的，哪3種船呢？第一個就是海軍來講，航空母艦，我們知道航空母艦它最大嘛哈，它要攻戰機起飛降落，還要作戰，還要抗炸等等啊。第二種最難造的船是什麼呢 ？LNG 船，LNG 船因為它運送天然氣，那高压氣體在船裡面，那你看這條船要經過高緯度的這個寒冷的地帶，又要經過赤道那邊這高溫地帶，那氣體熱脹冷縮哈，它這個焊接技術要非常好，才能夠容忍這些這個高壓氣體在船艙裡面可以做這麼大一個長途的運輸。第3種，你知道最難造的是什麼船嗎？我講郵輪啊，不是運油的油，而是這個旅遊的遊哈，旅遊的那種貨輪，那種船是最難造。到現在為止，大概除了意大利哈，但是中國這方面，我剛剛講的，這不管是航空母艦、LNG 船，還有這個遊玩的那個遊輪，中國也都造出來，因為裡面的管線非常多，你要供這個上千人在這邊旅遊，吃喝拉撒睡還要玩，所以它的這種造船技術是很高的。但是現在中國這3種最難造，我們講說造船業的3顆寶珠來講的話，它都已經做出來了。那反觀美國哈，你不要說造船了，我覺得連拆船它都沒辦法。我不是求美國，我講一個確實的一個實力跟各位講。美國第1艘核子動力的航空母艦叫企業號，它在2017年就除役了，除役以後停在那個港口船塢裡面拆船，拆到現在10年了還沒拆完，只有將核子反應堆拆掉。那為什麼美國從拆船你就可以知道，它造船更不用講，因為它沒有工人嘛，這個沒有技術工嘛。有時候你不要看船只，光你這個造船來講，光一個鋼板的焊接工，它都必須要專業，因為它那個船只的鋼板跟我們一般這個鋼板焊接是不一樣的。那你沒有這種專業的工人，你當然拆不了，那你更不要說造得好。第二個，我們講港口，現在中國譬如說它在全球各地哈，當然有一些港口它是用投資的哈，就像是前開港，對不對？那有時候有些是用租賃的哈，也有很多是有經營權，像巴拿馬運河前開港哈。事實上，除此之外，中國還有一些港口來講，比如說我舉幾個簡單的例子的港口，譬如說是這個柬埔寨的這種雲壤基地哈，這個緬甸的這種皎漂港。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哈，這些都是中國已經這個跟他們之間已經採取合作，所以它有這些港口。那
當然來講到海軍啊，中國這個第3艘的航空母艦已經成軍了，未來004也很快可以入列。除此之外，它有龐大的055，所以未來我當然現在在海軍實力跟全球布局上面，當然距離美國還差一段。可是在這個商業的航運的運輸能力、造船能力，還有港口的這種租賃，全球的布局來講，我覺得中國是在這方面遙遙領先。那如果說美國到現在才發現說，哎，這個我們要趕快急起直追，趕快要用一些死絆子的手段來阻止中國來講，變成全球的造船的霸主。比如說他現在講的這個，你只要說是中國做的船到我美國來，我就增加你的港口費用。這些是很明顯的，是使小辮子、小絆子，你知道要絆倒中國。可是你到現在你才發現這件事情，你要使這個小辮子，我覺得就像是漢庭剛剛講的，你最後傷的還是你自己嘛，因為你還是需要這些船不管是出口或進口，你還是需要這個船到你美國的港口。那你到你美國港口是不是就增加你的成本？因為你避不開中國製造的船只，你中國已經佔70%幾，全球造船量已經到70%幾，你貨物要進口，你再怎麼樣都避開不了中國的船只。那你用中國船只，你又增加港口費，最後只是增加进口商或者是出口商的成本而已。好，所以我们看到中美之间的这一场海上霸权之争，刚刚张军也特別幫我們看到，分成2塊，有在軍事上的霸權跟海上在經濟上的霸權。那同一時間呢，這個美國啊，他現在也就是使出小絆子去絆住中國大陸課徵這個港口稅。不過這時間點非常的有趣，就是落在11月，11月份又是什麼樣子的日子呢？是接下來川普接受習近平赴中訪問的期間，所以等於說，川普一邊要對中國大陸課徵港口稅，另外一方面又要去見習近平，而且呢，他最近對於習近平的態度又有所改變，講得非常的好聽。他說：“我是習近平的頭號粉絲。”另外，他還批評這個中國崩潰論的代表人物張家敦，他說呢，他的看法是過度悲觀的。到底美國現在對於中國大陸的態度，張將軍怎麼看？無論合作是一時的，但是競爭是永久的，因為美國是世界超級強權，他想要穩坐這第一把，然後那這樣子跟中國大陸的崛起，那中國大陸崛起就會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所以美國當然是要把中國大陸壓下去啊，所以這個競爭是常態性的進行。那為什麼那美國會有短暫性的妥協？短暫性的妥協這只是階段性的任務。我們來看幾個現象，第一個。美國那個經濟依賴，美國的市場要依賴中國大陸。現在你看農產品市場要賣給中國大陸了，波音市場要賣給中國大陸啊，牛肉市場也需要賣給中國大陸啊，都需要中國大陸廣大的消費市場。美國能夠疏忽嗎？其他的國家是小量，小批量的市場對美國於事無補，它需要是大批量。全世界實際上誰有大批量的採購的能力？那中國大陸，那美國你需不需要這個市場？當然需要嘛。所以，那你要不要妥協？要不要合作？所以他當然要妥協。第二個，我認為是地緣戰略的關係。你看看烏克蘭戰爭，中國大陸有沒有供應俄羅斯武器？烏克蘭是全歐洲都給他，但是俄羅斯呢，他自己來啊。中國大陸有沒有去支持？如果中國大陸支持俄羅斯的話，那這樣子的話，烏克蘭有得玩嗎？就是這樣子嘛。我都一樣，你希望你克制，你不要支持那個我所支持的對象。美國是支持烏克蘭嘛？美國不是一直賣武器給烏克蘭嗎？那同樣，伊朗也是。那我在打伊朗的時候，你不要支持伊朗。那中國大陸有沒有支持伊朗？真正的在台面上完全沒有。武器有嗎？飛彈有嗎？就沒有了嘛。美國要的就是要你中國大陸跟美國能夠短暫的合作。那你要不要講好話？就是說我川普是你的這個習近平的頭一號粉絲，就是我啦，我川普啦，是這個意思嘛？就是只要講好話嘛，就是這個意思。這是地緣戰略，從烏克蘭戰爭，從伊朗戰爭，你可以窺出端倪。再來，我們來看的。就是美債，這個美債哦，從2014年開始啊，現在降到最低，現在到現在2026年的7月啊，中國大陸持有的美債啊是6511億美金。中國大陸我現在因為我一直在下降，我一直拋售，從1.2兆一直拋售到現在只剩6511億美金。那個美債那個中國大陸也要看美國態度啊，要不要繼續拋售啊？那不好的就拋售一點了，就不要一直在持下來。另外，美國的黃金儲備是全世界最多，8133公噸。你要知道，8133公噸多少錢？就是6511億美金。
中國大陸美債我拿錢買你的黄金，美國黄金公克在那个他的国庫裡1盎司都沒有了，全部買掉，剛好6511億，就是這樣。所以美國在這方面也是要中國大陸不要拋售，當然需要嘛。還有一個我們講，最後我補充就是中國大陸製造業佔全世界佔比29%，美國只有10%，你就知道美國製造業的萎縮。那只要萎縮，他希望中國大陸在這一方面能夠跟美國能夠採取不要太競爭，能夠有一點餘地，有一點點讓美國的製造業能夠復甦，所以考量很多方面。好，謝謝張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製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